这颗长得像鸟蛋一样的天体，它是太阳系中最诡异的矮行星没有之一，科学家给起名为妊神星。这个名字源自夏威夷神话中司掌生育与繁衍的女神哈乌美亚。这颗看似冰封的鸟蛋天体内部居然曾有一片存在了数亿年的液态海洋，甚至可能孕育过生命。先给你直观感受下它有多奇葩。它的直径约2300公里，比冥王星小一点，但它的形状绝不是常见的球形，而是标准的鸡蛋。赤道直径比两极直径宽不少，就像有人硬生生把它按扁又拉长。这在太阳系里你找不出第二个。更绝的是它的两个随从卫星，一个叫纳玛卡，直径170公里，差不多是一个中型城市的大小。另一个叫西亚卡，直径310公里，比海南岛还大一圈。再加上一圈薄薄的光环，妊神星就像柯伊伯带里的独行侠，带着自己的小队伍，以280年一圈的速度绕太阳爬行。但问题来了，柯伊伯带里的天体大多是不规则石块，要么是冰封的脏雪球。为啥妊神星偏偏长成这副外星模样？这个谜团困扰了天文学家20年，直到最近的新研究才揭开了它的惊天身世。首先得说，妊神星不是孤军奋战，天文学家在它附近发现了一群亲戚，他们轨道相似，表面都覆盖着冰层，被称为妊神星家族。这说明他们大概率来自同一个母体，就像车祸后散落的碎片。但普通的碰撞只会撞出一堆不规则石块，为啥妊神星能长成鸡蛋，还转得这么快？你知道，妊神星的自转速度是太阳系所有同尺寸天体里最快的，快到什么程度？如果它再转快一点，表面的冰都要被甩出去了。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终于找到了答案，一场发生在数十亿年前的正面硬刚。简单说，当时柯伊伯带里有2颗差不多大的天体，它们的成分都是冰和岩石，就像2个巨大的冰雪汤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们以几乎正面相撞的角度撞在了一起，不是擦边，是实打实的对撞。这场碰撞的威力有多强？相当于10的32次方焦耳的能量，比这就让所有核武器同时爆炸的威力大10000倍。但神奇的是，它们没有撞得粉身碎骨，反而融合成了一个整体，而且碰撞产生的冲击力给了新天体一个超强的自转 buff。更关键的是碰撞后的内部重组，妊神星在碰撞后开始分层，重的岩石物质慢慢聚集到核心，轻的冰层浮到表面，这个过程叫核心分化。你别小看这个过程，它让妊神星的转动惯量变小了，就像滑冰运动员收起手臂会转得更快。妊神星的核心变质密后，自转速度直接飙升，硬生生把自己甩成了鸡蛋形状。但这还不是最惊喜的发现，研究人员发现妊神星的核心富含和地球类似的同位素，这些同位素会衰变产生热量，而碰撞后它的内部有大量冰层，热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居然把部分冰融化成了液态水。也就是说，这颗零下240摄氏度的冰封天体内部藏着一片液态海洋，而且这片海洋可能存在了至少2亿年甚至10几亿年。这是什么概念？木卫2土卫6的冰下海洋之所以被认为可能有生命，就是因为液态水存在时间足够长。那妊神星的海洋里会不会也曾孕育过简单的生命？虽然现在它的内部热量可能已经耗尽，海洋重新冰封，但这个可能性让它成了太阳系最值得探测的天体之一。不过有个小遗憾，妊神星实在太远了，比冥王星还远1倍。目前哈勃望远镜拍的照片也只是模糊的光点，连表面细节都看不清。哪怕是最先进的韦伯望远镜也很难拍到更清晰的画面。想要真正揭开它的秘密，可能需要等到几十年后，人类发射专门的探测器飞抵柯伊伯带，甚至钻开它的冰面，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想想就觉得神奇，数十亿年前的一场宇宙碰撞，居然撞出了这么一颗不走寻常路的天体。它既有鸡蛋的形状，又有迷你太阳系的配置，还藏着液态海洋的秘密。如果未来探测器真的能在它的冰下找到生命痕迹，那我们对宇宙生命的认知可能要彻底改写。如果妊神星再快转1小时，会被离心力撕碎吗？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